都几点了？9点，我们不是约9点，上怎么还没有出现啊？到底在干嘛啊？哎，阿弥陀佛，这里怎么会有一个阿弥陀佛歌？哎，上你在干嘛？你是要带领我们这个阿弥陀佛姐变成阿弥陀佛歌吗？没有，现在来到我们这个西门町呢，就让我想到这个阿弥陀佛姐、阿弥陀佛歌。但是呢，我们今天最主要的并不是要介绍这个。那你带我来这边，我们是要介绍庙宇哎。我今天呢是想要带你去一间就是日式文化以及我们道教文化的一个结合的庙宇。这里那么流行的地方，有日式文化，还有中式的结合。对，没有错。我们其实约在这个地方，就是想要先逛个街，然后稍微抒发一下心情。逛完街之后，稍微抒压一下。可是你刚刚既然就说有庙宇，是不是可以借由我们在庙宇拜拜的过程当中，可以让我们心灵稍微净化一下？没有错，而且它是在我们这个很繁华的一个地方，其中的一个宁静的庙宇。所以进去参拜完之后，你的心情一定会比较沉淀，也会比较安静。好，对你这样说我就稍微放心了，没有错，我的心情就可以稍微舒缓一下了。那我们就走吧。好，那就让我们走吧。评论，等一下，你有没有听到那个经文的声音？人家在念经的声音？好像有哎。对，那你往后看，是在这边吗？对，就是在这边。真的哎，台北天后宫。对，你介绍的就是在这边。对，没有错。所以就是在最繁华的、热闹的西门町里面，最安静，然后最让我们适合身心放松的一个地方。对，没有错，可以在这边跟我们的神明呢叙述你最近为什么心灵不舒服，需要他帮我们心灵舒压一下。对，没有错。我听说你好像有预约了总干事来替我们身心灵做一个解惑跟解答，对不对？对，没有错。而且现在总干事呢已经在里头候着我们了。好，那我们就话不多说，赶快进去看看吧。好，走吧，走。评论现在就进入到我们的台北天后宫。对，那我现在有约我们的总干事，我们就请他出来喽。好，欢迎总干事。总干事这边请。总干事帮我们镜头介绍一下。你好，我是台北天后总干事，谢谢你，林博文。总干事，我想要了解一下，刚刚上其实有提到说，我们台北天后宫是位在我们西门町最热闹的一个地方。它除了有传统、有现代很多元素的融合之外，其实这间庙宇也有很多的特色，对不对？对。总干事，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说我们台北天后宫它的一些历史的地位，或是它的特色有哪一些？位于台北市万华区的台北天后宫，创建于西元1746年，后来迁至西门町这边。是，当时与艋舺龙山寺还有艋舺祖师庙并列3大庙门。那迁庙后被称为艋舺的4大庙门。4大庙宇其实这个历史地位是蛮高的。那我们知道说，其实这个历史地位之外，我们天后宫祭祀的主神是哪一些主神呢？祭祀的主神当然是有玉皇大帝，还有妈祖娘娘，以及关圣帝君，还有观世音菩萨、地藏王菩萨，以及包含了弘法大师。弘法大师，平常的听到就是我们刚刚听到什么天上圣母这些神奇。那你刚刚说弘法大师，这有比较特别的地方，像是另外一位神尊出现，让我们来做一个祭拜，这样吗？它的缘由是什么？当初这座庙宇早期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啊，是新高野山弘法寺，是日本在台湾的佛教会所。2战过后啊，我们这边原名叫做台湾省天后宫。1952年的时候，因为火灾重建，当时台北市改为院辖市，所以我们同格升为台北天后宫。是这样的由来。那刚刚提到日式跟中式，像天上圣母怎么会突然变成原本不是在祭拜一个日式的神庙嘛，变成我们台湾天上圣母它的一个聚集的地方，那大家都会来膜拜的地方。是没错，我们当初新兴宫的时候，原址是在西园路那边。那后来因为日据时代的时候，因为防空道路的拓宽，然后我们被迫迁至龙山寺的后殿。2战过后啊，当时的市长黄启瑞，因为这边弘法寺2战结束之后，这边就清空，然后让我们进来到这边。
对。哦，原来有这样的历史，畅畅你知道吗？是不是有做功课？我听说你好像有查一些资料哎。有，但我们现在的话，我想要问一下总干事。那通常呢，我们一般民众，我们到了我们的庙方，我们要怎么样去做我们的参拜的动线？是不是可以帮我们做一下介绍？我们这边总共有6个炉啦。那第一个炉的话，当然是我们道教的最崇高的地位，玉皇大帝，又称天公。第二个炉的话，就是我们本庙的主要的主神妈祖娘娘。对。第3个炉就是观世音菩萨。第4个炉的话是我们的关圣帝君。是。那第5个炉是我们的地藏王菩萨以及弘法大师，但是弘法大师的前面没有香炉。再来就是到6的话就是。周边的商家最常拜的土地公跟虎爷求财的，是，对，所以其实祭拜跟参拜它都是有一些顺序的安排，因为像是神的他的地位高跟低，所以我们依照他的顺序来做祭祀，然后拜拜这样子。对，没错，我们台北天后宫在炉的下面都有标注号码，以方便民众辨识。是。总干事，那我们这边呢，大部分都是哪一些香客？因为我看到有一些好像是外国人来的感觉，外国友。对，因为我们台北天后宫位处于西门町嘛，对，当然这附近也都是观光景点，是。那所以我们除了观光客以外，还有一些年轻的族群，有些信众就是从小就被家人带来这边拜拜啊，然后到现在已经为人父母了，也带着自己的子孙来拜拜。然后，所以这也算是一种信仰的传承了。是，其实信仰传承的心是很重要，因为像我们可能平常也有在拜拜，那爸爸妈妈他们传承下来这个拜拜的一些文化，或是一些宗教的信仰，平常可能在工作不顺利的时候，或者感情不顺利的时候，有一些心灵的寄托之外，又可以让我们心灵稍微舒压一下，不会可能觉得说都是很阿脏，然后工作又更不顺这样，可能有一些寄托之后就比较平安，比较顺利，然后在工作上面可能就更有动力这样。是的，没错。我这边有看到我们的石像以及我们鱼池的部分，那可不可以请总干事带我们去看一下呢？好的，没问题，我们往这边走。那一般寺庙进来的话，通常都会看到有鱼池，水转运，鱼生财，在风水学来讲，年年有余。哦，这个是有这样的，对，没错，有这样的意涵。所以其实设置这样的鱼池有很多不同的文化意涵之外，其实有很多的除了还有一些风水的概念，对不对？是的，除了美观以外，还有风水的概念。这边有看到我们的弘法大师的石像。弘法大师啊，又称空海大师，然后他在唐朝的时期到长安去取经，是将真言的奥义带回日本传教，后来创建了一个叫高野山的真言宗教派，又称东密。像我现在有看到我们的旁边有石狮子，然后那边也有，前面也有很多不同的石狮子或是一些雕像，这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意思吗？一般寺庙里面啊，狮、虎、豹、象、四祥兽，这个四祥兽啊，凶猛威武，寓意就代表镇煞驱邪的作用。哦，原来是这样子。我每次来拜拜的时候，我都不晓得有这一些含义在。是的，因为去很多庙宇，可能只有看到2对狮子，或是可能有4对或几对，可是它就不会有其他的，比如说老虎或者是其他的这种石雕的建筑。对，这意涵都是像是有点在镇压，或是有一种风水的那种概念的感觉。对，是的，没错。除了鱼池之外，鱼池上面还有很多的很像是宗教的东西，那个庙宇的感觉。这个其实在我们的鱼池上面呢，就只是单纯的造景而已。对，没错。所以其实也是有点让融入我们这个庙宇文化的内容。是的，没错。让大家在进来拜拜的同时，有一点心灵舒压的感受。然后一方面也感受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比较艺术特质的东西。没错，没错。来，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当初那个弘法寺留下来的石像。是。那我们这边比较特别的就是当初台北4国88灵所，我们这边有第一番释迦如来，跟第2番阿弥陀佛如来。2个不同的佛教的一个神像，在这边的雕像当中可以看得到。那这边的雕像大概有几座？大概有8座至10座，所以也是把我们日式的一个宗教的文化跟我们中式的宗教文化把它结合在一起，是一个宗教融合的感觉。没错，没错。到这边
也有设立一个时标，也是要劝人为善。对，这个是当初我们在2006年的时候啊，妈祖圣诞，那我们主委提了一个，它上面就是要叫人家为善。是因为其实像不管是我们中方的庙宇、西方的庙宇，或是中方的神祇、西方的神祇，他们在祭拜的时候，其实都是劝人为善。是，然后一方面也是劝大家要说，可能要孝顺，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环嘛。没错。所以来宗教寺庙拜拜的时候，是透过拜拜，除了让你自己心灵可以稍微静下来之外，沉淀自己的心灵之外，自己内心去感受，是不是在做事情的时候稍微放慢角度，然后把那个良善的心把它给发挥出来。没错。在各地的。不管是工作，不然生活上面都把这个东西给发挥出来，你可能在生活上面就会得到更多的收获，对不对？没错没错。看到旁边这里有一个招牌，它有很多不同的国家的语言，这是有一个什么样特别？为了我们这些来参拜的香客所准备的一些内容吗？是的，我们这边因为观光客非常多啊，那我们也同时因为为了要方便他们引导他们参拜的话，那我们也加入了英、韩、日、中的语言。很贴心。是的。玉皇大帝的那个部分，每一个神职的部分好像都有不同的语言。是的，它按照顺序，然后都很详细的介绍它的顺序，包含要怎么拜，然后它的各国语言的呈现方式都有写在上面。是的。刚刚有讲到说参拜的顺序，先从玉皇大帝殿开始，所以我们第一个是要先往玉皇大帝殿先来走。一般的寺庙里面呢，玉皇大帝又称天公，那是万神的主宰。那通常寺庙里面就算没有玉皇殿，那通常一般信众也都会朝天拜拜。有这样的意思。是。那我们先往这边走。好。主要是我们到这个天宫殿啊，就是我们看到背后，很少看到很多这种宗教建筑的背后，就是我们的屋顶的建筑，而且我看到那个屋顶建筑上面很多的这种胶纸陶啊、剪黏这种特色，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吗？我们的屋顶上面的那个龙凤的，是由那个各色的陶瓷碗片组合而成，然后我们的屋脊也是由胶纸陶去拼接而成，这是我们那个建筑的特色。是，而且我看这些龙凤都还蛮对称的。是，对。那我还有看到一个很可爱的，就是很像一个是不是萝卜菜头？对，这个也是有意义的吗？对，那个就是让来这边参拜的信众能够有带来好彩头的寓意。有这样的比较好的一些寓意的存在。是。对，那在我们的胶纸陶，它如果说有稍微毁损，还是说风化，是不是会固定请师傅来做修整？我们定期都会请工匠来做检视然后自己每年都会大约做检视，然后该修的地方我们就做补修。对。好，那这边先谢谢我们的总干事。好，谢谢各位。好，那我们待会主殿见。谢谢，待会见，拜拜。我们刚刚跟总干事聊了那么多这种宗教建筑的它剪黏的特色，你是不是听说有偷偷做功课？有哦，像我们这边我们的那个双龙抢珠的部分，对不对？它其实是双龙细珠，那其实它最主要这个珠子是我们龙的一个精神的所在。是不是什么七龙珠那种龙珠的感觉？对，那个精神存在是有点像了，但是它没办法许愿，它就是我们龙珠的一个灵魂的所在，这样。你刚刚说到龙，它有对称，那是其他地方也有对称。对，而你看它我们那个上面胶纸陶那个部分，剪黏艺术的部分，它其实有鱼跟虾，然后还有那个鱿鱼的部分，它其实就是象征着我们第一集你还记得吗？我们有山有水有上有下有海有什么的这样山珍海味，但其实不是山珍海味，对，不是，它是很多的，比如说因为建筑上面难免可能天干物燥会发生火灾，所以就会有水的这种意涵的一些海鲜类的东西来镇压这个地方，对，没有错，不至于发生火灾。对，就是用水中的一些动物来做一个象的表征，然后来有一个寓意这样子。我也有观察到，比如说
三仙呐，一些比较其他的特色的一些人偶，这个都是好像有些什么《三国演义》或是比较传统的那种寓意故事，那个中国民间故事里面的一些故事的内容，把它雕刻在这个屋顶上面，对不对？对，因为像我们宗教或者是庙宇的话，都是传承我们一些历史的部分，所以就会有一些历史的一些故事来警醒我们这些世人，对，那做一些比较好的寓意，或者是说让我们去省思我们自己，要去调整我们自己的一个部分。总干事有提到说，我们庙里面虽然没有很多故事的东西，有很多细节是你慢慢在这个庙宇里面。慢慢一点一滴的走，一步一步的走，你会发现它的每个细节的特色跟它的美在哪边。对，所以来庙宇，我觉得就是让自己有一个充足的时间，然后可以来欣赏一下庙宇，更静心的跟我们的神明讲话。对，没错。那评论，我们现在就到我们的内殿玉皇殿，我们来做一个参拜的部分。对，那我们这边。畅，我有发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什么？你看这个东西，台北天后宫中英日解诗签诗，它还是中文、英文跟日文的。对啊，你看哦，每一个签诗里面，它都有中文、有英语，还有日语的解析。对耶，我来过这里这么多次，我真的没有发现到签诗有这个中英日的那个。你知道吗？这也是我其实之前有偷偷来过一次，就是我在参拜的时候才发现说，旁边有一个很特别的本子，打开才发现说，我们平常在求这个签啊，那个签诗在解的时候都只有中文，对。可是我看到这一本有中英日，提供了很多不同的我们的国外的游客来到这边，他们都可以借由这一本，可以很详细知道说他所求到的签诗是什么内容，让我们各国的信众更加的方便，然后来解他们求签的意涵，这样子。譬如我问你哦，那你知道就是玉皇大帝殿前这几尊神明的神子吗？还是说你只认识我们的玉皇大帝？中间是玉皇大帝嘛，左右两边是他的左右护法。对。那下面是三官大帝。是。然后左右有一个比较像女生的神祇，然后右边这个是好像也是男生的样子。这两尊我就不熟了。好，评论我来跟你介绍一下，左边这位红脸的，他就是我们的亡灵天官。亡灵天官。对，那像我们右边这一尊就是我们的托塔天王。那下方这边，因为玉皇大帝算是我们自然界崇拜的一个最高。对，最高。那其实左右这两侧也是，像右边这一位，手上有拿着太阳的，他就是我们的太阳星君，也是我们自然崇拜的一种。左边这边是我们太阴星君，你看他的手上也是拿着一个圆圆的，但是他是拿着月亮的部分。太阳跟月亮对，就它是管我们日出而落、日落而息这种。对，那因为像现在要方便我们世人参拜，所以我们才去做了这个像的表象，这样子做神尊出来，那让我们信众呢想要做一个崇拜的部分。就是在拜拜的时候有一个真实的东西，一个神像在那边可以做一个膜拜这样。对，没有错。台北天后宫原名艋舺新兴宫，位于台湾台北市万华区，主奉天后妈祖。1746年建于艋舺直行街，1943年遭日本政府征收，暂奉于艋舺龙山寺。1948年迁至西门町，旧址与艋舺龙山寺、艋舺祖师庙称艋舺三大庙门。现今与艋舺龙山寺、艋舺祖师庙、艋舺青山宫并列艋舺四大庙。总干事，那这边想要请问你一下，就是我们来到我们的主殿，那我们参拜的顺序以及我们主神的配饰的部分。好的，那我们的主神啊，也就是我们的后面这尊妈祖娘娘，又称天上圣母。我们从玉皇殿下来之后，再来就是拜我们的主神。是我们面对神明的时候啊，我们的右手边是观世音菩萨，也就是我们的
第3号，是，然后面对神明左手边的话是我们的关圣帝君，然后之后接下来到第5的时候，我们就要走进到里面拜我们的地藏王菩萨以及弘法大师，对，然后最后才来到我们6的这个地方，面对神明的左手边是土地公以及虎爷，对，哦，原来是这样子。是。那这样子就是告诉我们的观众朋友，我们参拜顺序是这个样子，那以及我们的主神跟我们的配饰神明的部分。而且刚刚有提到，我们刚刚从那边走过来的时候，有提醒大家，不管是各国来的游客都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有各国的我们的语言的一些指示标志，让他们依照顺序来做参拜。而且听说呢，我们这个建筑里面的一些藻井啊，一些建筑的特色有比较不同的一些内容，是不是？总干事帮我们介绍一下。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藻井又称龙井，它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对天花板的装饰的手法。对，那所以一般比较远古的庙宇里面，通常都会在正殿上面的天花板做藻井的这个动作。是，所以我们正殿祭拜的是我们的天上圣母妈祖。我比较好奇的是，很多的妈祖神像都是木雕刻的。那像我们看到我们庙里面的妈祖神像好像是软身的妈祖，对，是帮我们介绍一下它的特色。没错。我们的大妈以及我们的二妈都是软身的，那三妈是硬身的。那早期我们都是出阵头的时候都是让大妈出去，那后来改为二妈，让大妈在本殿里面坐镇。之后，因为我们里面的工作人员以及我们的主任委员，他担心说我们的二妈的那个软身，因为常常移动会有所损毁，所以后来我们就改为硬身的三妈出阵。那所以就是验证了一个台语有个谚语啦，就是大妈坐殿，二妈加边，三妈出阵。它意思就是说，大妈是接受所有人的信众的目光，二妈就是在那边这边假香会，然后三妈是出去救苦救难。短妈跟我们的乙妈的那个脸上的颜色是不太一样。普遍来讲的话，这其实有很多的寓意。本身它有分黑面跟粉面，有这么一说啦。因为早期妈祖是海神，那常常在海上帮助救苦救难。是，那相对的在外面比较常奔波，所以脸也会比较容易有一些污渍的存在。为什么会有粉面？那妈祖本身是女性，当然。也是女生对会比较漂亮，当然是要上点妆啊，对妆容来讲比较好看。原来是这样子，就是出海救苦救难，或者是说经过我们香灰的熏陶之下，它渐渐变成就是黑面的这样子。没错，是的。我们的黑面的话，通常就是像我们总干事讲的，它是真的比较常出征的。妆容上，它看起来也是会比较威严、威武这样子。那粉面的状态下，它就是看起来就是比较适合我们在家里可能供奉啊，脸部比较慈祥的感觉这样子。对。好的，那我考主持人，那我们那个正殿里面呢，为什么有红色的布帘？这我倒是没有做过功课为什么？通常那个布帘就是我们如果妈祖她要更衣或是清扫的时候，因为她毕竟妈祖也是女性，所以我们会把布帘拉起来代表对她的尊重。比如说我们出门去绕境完回来，然后需要整理一下身上的衣物，然后跟帽冠这样子。是。原来是这个意思。除了是绕境之外，这个时间是不是在好像过年之前，是不是大家都平常家里也会做一个清屯这个动作的时候，这个时期也会有这个动作来做出现，对不对？我们当然我们在过年前或是妈祖生前，我们对于妈祖的服装仪容都会做一般的就是调整，甚至如果衣服有破损的话，我们也会更新。对。那我们观音殿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说，它的金身跟它的外部是不一样的构造来制作的。那这个方面可以请总干事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那尊观世音菩萨的那个的神像年代是真的是不可考啦。但是据我们的文献里面得知它里面是由古铜钱叠制而成，那外面再由陶瓷去把它铸造而成的。原来是这个样子。是，然后再把它就是安金画颜色这样。是，没错。了解。总干事，我看到我们的庙里面那个屋顶上面挂了很多牌匾，
然后上面写了什么行善救世啊这些。其实是不是想要问一下，说我们妙方长期是有在做一些公益的一些动作？有，我们妙方啊本身有一些科目，比方说就是我们救济人家米，就周边的一些比较孤儿院啊，以及老人院啊，每个月的初一、15，我们都会有捐赠100米的事项。然后之后我们还有冬令救济，是，还有以及讲述决心的发放，我们都平常都有在做。其实这些举动也是好像是符合我们天上圣母妈祖她的这个慈悲的心，然后为了世人间发挥她慈善的心，然后做很多她帮助世人的一些事情。其实透过这些公益活动，其实也是抛砖引玉啦。所以我们在宗教的一个领域上面，大家在拜拜的时候，自己可能像有时候我们可能在拜拜是选用米来代替我们的金纸，对。那有时候可能拜完然后没有收回去，也可以透过这个把它捐献给大家，然后捐献给庙方，然后再透过庙方的举动，把它捐献给需要帮助的朋友。没错。就不止来拜拜，然后也可以就是做善事这样子，让我们更有能力的信众可以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这样子。是的，对。好，那这边我们就谢谢我们总干事，谢谢大家，谢谢，感谢今天的解说，谢谢您，谢谢。畅，很感谢你刚刚呢帮我们安排了总干事帮我们仔细的介绍庙宇。可是呢，我其实刚刚走了一趟庙宇啊，发现很多地方我们可以再仔细慢慢的一步一步看一下它有很多很漂亮，然后很值得我们去回味的地方。对啊，其实如果没有透过总干事的介绍，其实我来天后宫这么多次拜拜，我有很多的顺序其实都是错误的哦。对，所以我也希望就是透过这一次，我可以更正确的来参拜我们的众神明们。后面这里有一个戏台，对，这个作用是在干嘛？哦，这个你就问对了。我刚刚有问总干事，他们说呢，这个戏台呢是我们农历3月23号，我们的妈祖圣诞，对，就开始会有人陆陆续续来谢戏。那每一天的下午2点都会有那个我们歌仔戏，对，戏班，然后来这边办戏这样子，然后来演出给我们的信众们跟我们的神明们来看这样。这个也是我们在乡间民间呐，就是每个庙宇啊，在神明的生日的时候，都会特别筹戏来感谢神明，平常一年之下来保佑我们平安健康、交通顺畅这种。对，平常都可以很顺利的在工作上面也很顺利。然后在1年的他生日的时候，帮他一个酬神谢戏，然后也感谢他对我们的一个算是精神信仰的照顾，这样。对，跟庇佑这样子。对。除了这个戏班的戏台之外，我看到我的前方还有很多一整排的灯笼，这些在冲上。那评论就让我带你去看一下吧。好，走。是不是很多灯笼？这些灯笼呢，就是我们天后宫最具著名的一灯难求。一灯难求，对，是光明灯吗？不是哦，它是我们的财神灯。财神灯，对，它有什么特别吗？而且你说一灯难求，其实我们之前去介绍龙山寺也是一灯难求啊。但是它的一灯难求的话，听说它还蛮灵验的。它在我们每年呢开放报名的时候呢，都会一次就报名完成，秒杀，跟演唱会的票一样。对，没有错。哇，那么厉害哦。对，所以其实这个财神灯在求完之后，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就像我们需要事业需要财神的帮忙嘛，那我们也有时候意外中会有获得一些小财，我们的偏财的部分。那其实呢，在我们财神的照顾之下，或者是财神灯的帮忙之下，这些正财啊或大小钱财，其实都会进来到我们这边，对，财库里面。对，但是呢，不是说你点了这个灯就是万能的了。对，总不能求了灯之后躺在那边不做事。对啊，我们还是要很努力的去工作啊，是不是？心态很重要。对，所以需要说我们点了灯，然后祈求了众神的庇佑之后，那我们也要再更努力，然后向上，甚至是在做工作的时候，或是在理财的时候，有一些比较好的规划，对，没有错，你才可以钱滚钱出来嘛，对不对？才做好理财，
财才会理你啊。对啊，你如果说领了薪水，哦好，我要先花这个，先花了，然后就没有，嘿啊，所以还是要先理财。没错。对，那我们继续往下走，看看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吧。你有看到什么东西吗？你说灯柱吗？对，就是刚刚你讲的财神灯之外的另外一个灯。是，这是什么灯？你知道吗？我不晓得哎。这就是我们的光明灯。所以你看光明灯那么多柱，表示说哦，这间庙宇哦，它的信众可是非常的多。哇，光明灯，我听说通常都是在我们新的一年的开始之前就会开始报名了。就是祈求我们一整年度呢，先点一个安心自己内心的灯，心灯，让自己可以有一点稳定、安定的感觉。在未来一整年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在做事情的时候不会很慌张，不会很没有方向，让自己除了心安之外，然后自己在工作上面也可以发挥得很好。对，但我觉得就是点了灯之后，那比如说啊，我们真的是祈求每一件事情都希望让我平安之类的，我们也希望就是在观众朋友这边骑车或者是说要进行一些事情上，我们可能要稍微放慢一点步骤去思考一下，那骑车也不要骑过快。没错，我们平常在拜拜是不是常常会准备香、准备金纸去跟庙方做结缘，或是到庙里拜拜的时候会投那个香油钱。那现在很多在推环保嘛，对，那庙方也有与时俱进，就是推了以米代金这个东西，用米去代替我们的金纸焚烧，所以有进而保护到我们的环境。那一方面呢，如果民众他们在拜拜的时候，把那个米如果拜完之后没有拿回去，他也可以直接把这个米呢再捐献给庙方。哦，对，然后庙方呢，他们在每年都有很多的公益的，比如说赞助奖学金、赞助这种弱势团体，来帮助他们有需要的时候可以伸出一点温暖，让他们感受到每年冬天救济的时候，或是在需求这个在求学的过程当中有比较困难的，他们会补助这些学生。我刚刚有看到，就是他们的助学金，或者是说他们的救济，或者是说他们就是帮助每一个人，就是肚子的温饱，以及说在学费上面的一个部分这样子。对，其实这个也是就是在回归到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就是有些需要帮忙的，我们在祭拜神明的时候，其实神明每一尊神明，他都是要保护我们，然后都是慈悲的心态，所以借由这个神明的慈悲，然后每个人来这边祭拜呢，也可以把这样的心态结合在一起，透过这种好像平常在做一点小事情，没有什么感觉，可是你冥冥之中做了很多的功德。对，希望神明帮你的当下，你也刚好有这个能力可以去帮助其他的人，就是一点点小小的力量，累积起来就变很大的温暖。对，那我们现在就过去香油钱那边看看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因为我们刚刚看到很多细节，我们现在往那边走。好，走吧。上上你有没有发现这里有一个很大的招牌？有这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你看哦，添油香，对，光明灯，对，助学金，然后呢救济，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每一间庙宇他们在经营，不管是宗教，不管是文化的传承的时候，其实都是透过这个神明他们的一些慈悲的心态，来护佑众生，不管是需要的帮助的朋友们，他们可以透过民间的力量，集结各个不同的人的力量，一起来为社会尽一点心力。那评论，你看咯，我刚刚不是讲到我们的财神灯一灯难求吗？没错。那你看我们的这边，它其实就写了财神灯满灯，而且这个孔子超厉害，对不对？是不是很强大？这个，这个不是要去搭捷运哦，这个不是要买东西哦，这是添油香钱。好方便哦！100块，你看与时俱进，就是对我们宗教在传承的时候，透过不同的一些新的潮流或者新的世代的一些东西，把它引进来，我们在宫庙里面的一些文化，或是在祭拜的时候有一些转换，
对，透过这种方式，民众就可以更亲近我们的宗教，对啊亲近我们的文化。所以现在像我拜拜的们同时，对，像我们年轻人啊，现在出门都比较不会说带钱包，对，所以说现在你看有悠游卡的支付，这样就很方便我们。对，然后也不一定说随身会有零钱啊，或者是钞票这样子，用我们的悠游卡来支付。没错，对。而且你看这边一些香油的一些金纸啊，都是一些随喜捐赠，就是你想要捐多少钱，你自己的内心你能提供多少钱来做一些功德，都由你自己发心就可以，没有特别的要求。不用说我们的金额一定要到很大的量，比如说500、600、1000、2000。有些人就觉得说我来拜拜，我最近真的非常的不顺，对，那不是捐1000块比较多，好像神明就会保佑你有没有比较好更顺遂？但没有，其实这是一个心态问题而已。对，没有错，就是你内心其实有心诚则灵。像这个，这就是庙方在推行的以米代金的政策，因为其实就是环保。现在大家提倡环保嘛，对，很多庙宇他们都开始不去烧香，不去拜金纸，可是这边还是有烧香，那我们就金纸部分减少它金纸烧的数量，我们用米来代替祭拜的时候的那个心意。原来是这样子。所以说，如果说我拜拜完，那我可能这个米我想要去帮助其他的人，那我就可以捐赠到他们庙宇给的平安米回馈箱的地方。看旁边那边就有一个平安米的回馈箱，所以我们就拜拜完之后，那我们就可以到这边来，看我们就可以把它捐出去 ，OK， 就可以有一个公益的一些。它算是我们自己内心可以帮助社会，发挥一点小小的力量，这个爱心把它捐献出去。可能我们今天自己没有时间可以真正的出去帮到人，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小动作，然后就可以帮助到我们的社会大众。对，没错。所以其实一间公庙在传承啊，在让大家来这个庙宇里面走一趟，然后让你心情可以稍微把它降低，就是那种繁杂的感觉，或者是工作生活觉得很累很辛苦，你到庙里来走一趟，净化你的心灵，感受一下神明要给你的一些回馈。对，可能静下心之后，你就会发现说，这个世界非常的美好。对啊，你看，像我们刚刚走过来之前，你说我最近很烦躁什么，你现在有没有发现你的心情其实慢慢的开始很平静，很舒服，多美，多开心。对啊，那我们现在就再去下一店吧。这边就是我们的福德正神耶。上我跟你说，你看这边是福德正神土地公第6个顺序，是最后一个顺序。你知道土地公其实在地方上面，大家讲他是我们地方的守护者，是又像是里长一样，他掌管了我们地方上面的一些小事情，比如说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可能也不顺利，或是你搬家，你先搬到这个地方来，你要先跟土地公稍微打个招呼，让他保佑我们在这个地方住的平安，工作生活可以比较顺利，因为他可以再帮我们往上跟天庭做一个报告嘛，对不对？那土地公拜完平安了之后，我们就是不是要求一点财嘛，对不对？对，没有错。你有发现吗？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下面同样跟土地公一样是第6个顺序的，是虎爷。有哎，通常虎爷都会在土地公的下方，就是他会在下面帮助我们土地公一起来守护人民的平安。虎爷的这尊神明，他有一个特别的意涵，人家讲他是一个小财神，所以呢，就会有一些像这个地方，它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财水的碗，所以民众到这边来拜拜，烧完香拜拜之后，就可以拿身上的一些小的零钱钱币丢到这里面来。跟土地公下面的虎爷来换财水，那财水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工作或者在平常不管是生活的时候，有一些正财、偏财这些东西，我们有一个正财的一个安稳，换财水，让财水开始滚，你在财运上面就会可能有越来越好的趋势。你在拜神明祈求你要得到什么的时候，你内心还是要自己要主动去在工作上面更努力，然后去做更多的规划，你才会有好的生活。而且那个虎爷的颜色又让我想到金钱，
你看它这样黄黄的，金下下金下下这样子，拜了它，然后又可以让我们换财水，让我们的工作更加的顺利，让我们的金钱更饱满。没错，对。而且其实祭拜虎爷，通常大家都会用鸡蛋。哦，对对对，你知道这个意涵吗？因为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神奇，有这样的故事跟缘由，所以大家通常会准备鸡蛋来奉祀它，感谢它保护我们这样子。哦，原来是这个样子。所以说，我们如果来祭拜的时候，其实如果要了解要带什么样的贡品，其实可以先上网做个了解，或是直接问我们庙方的人员，直接问庙方的人员，通常都会有人来帮我们做一个指引，没错，跟介绍。畅畅，我来问一下，我们今天走的这一招，一开始是由我们在外面约在西门町的路上，对，因为心情不好，想要约出来走一走，对，到庙宇来看一下，感受一下那个沉静的心。对，你这样走一遭，你有没有觉得这间庙宇跟我们之前去的龙山寺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确实不太一样，因为你看像龙山寺哦，它也是在一个很热闹繁华的地方，但是进到里面跟这边整个就是感觉会有所不太一样。对，像你看外面这么繁华，这么的热闹，但是你进到这里面是瞬间很像有那种隔音的那种感觉，清静下来，对，就像你看，清静下来，你讲话越来越小声，有没有？那个感觉就是，我们来到一个比较心静的地方，对，那个意涵就不一样，就是你进来之后，你会发现，你的心态已经慢慢沉静下来。对，本来那个很繁杂的心态，已经好像神明给你了一点力量，对，给你一点温暖，慢慢的安定，没有那个繁杂的感觉。对，没有错。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你心情真的很不好的时候，或者是说你可能比较低迷的时候，你可以来庙宇走一走，这个都是做一个心灵转化的一个地方，可以欣赏一下庙宇的建筑啊，可以欣赏一下我们神明神职的部分。对。其实就是我们走进庙里，感受到正能量的一些推展，然后堆积在你身上来，你可以感受到正能量给你的一些回馈，所以是透过这个方式，让你把负面的情绪都给它丢掉，然后感受到正能量的一些安排，你就觉得放松很多。对啊，没有错。而且我觉得在我们自己有办法行善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帮助这一些救济需要帮助的人。对。介绍到这边，我们的节目也到这边来做一个小小的尾声。然后，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呢，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感谢大家收看，拜拜。